要么不能坚持，竟然本就要登到顶峰。而当他成功登上第9阶，整个捉风都发生了异变，仙乐阵阵，五色光华冲天而起。这一幕让所有人都惊呆了，包括李若愚在内的所有人都不敢相信，捉风竟然迎来了一位绝世天才。姬子月的成功引起了星风长老们的注意，他们纷纷前来，希望能够将这位天才收为弟子。面对星风的邀请，姬子月最终决定加入，但他心中却有着自己的打算。他希望能够低调地待在太玄门中，避开姬家的追捕。而叶凡尽管在天梯上的表现让人失望，但他坚持留在捉风，希望能够探寻到其中秘术。随着星风长老们的离去，捉风再次恢复了平静。叶凡和李若愚站在峰顶，远眺着星光璀璨的星风。李若愚向叶凡讲述了星风的传承以及捉风昔日的辉煌。叶凡坚信捉风终将再次兴盛，而他们所追求的秘术也许就隐藏在这座山峰的某个角落，等待着他们去发现。在捉风的寂静之夜，叶凡静坐于峰顶，他的神识如同金色的小湖般涌出，探索着这座山峰的每一个角落。然而无论他如何努力，捉风依旧显得平凡无奇，没有显露出任何异常之处。叶凡心中虽然感到困惑，但他并未放弃对这座山峰的探寻。夜色渐深，星峰的光辉愈发璀璨，仿佛整个星空都汇聚于此。星辉如瑞雪般纷飞，又似白玉沉降，星辰之力的庞大让叶凡感到震撼。他心中不禁生出渴望，这样的修行法门无疑是太玄门能够长久屹立不倒的原因之一。叶凡收回心神，开始修炼道经。这部心法对于轮海秘境的修炼至关重要。他心无旁骛，全身心投入到修炼之中。午夜时分，他结束了修炼，心中暗自有了计划。他渴望能够前往瑶池圣地，寻找修行道宫秘境的最强心法。第二天，叶凡继续在捉风上探索，但这座山峰似乎与荒山无异，没有任何灵药或灵根的踪迹。午后，他回到山顶，只见破败的殿宇和长满蒿草的院子，一只野兔从草丛中窜出，增添了几分生机。叶凡捡起一块石头，随意一掷，野兔应声倒地。他升起火堆，不久后，烤兔肉的香气四溢，金黄油亮的肉块在火光中闪烁，油脂滴落发出嗤嗤的声响。捉风、枯藤死树、老鸦栖居、古宫殿宇、野兔窜走，真是叶凡自语。在捉风的宁静中，李若愚老人在破败的殿宇内闭目养神，仿佛与世隔绝。而此时，叶凡的火堆旁却有不速之客到访。一位身穿水蓝色衣衫的青年，带着几分傲气和不满，从天而降。他的眉头紧皱，显然对眼前的景象感到不悦。这位青年嘲讽地指出，太玄门的108座主峰，每一座都代表着一种强大的传承，而主峰之巅更是传承的圣地，应当保持圣洁。然而，叶凡在此烤兔肉，烟火缭绕，肉香四溢，这在他看来是对主峰圣地的亵渎，是对太玄门传统的不尊重。叶凡说道：“怎么馋了？想吃？”蓝衣青年没想到一个新弟子居然敢顶撞他，说道：“大胆！主峰之巅，岂容你亵渎？可否知罪？”叶凡没有理会，依然自顾自地享受着烤兔肉的美味。当蓝衣青年愤怒的威胁要将叶凡带到天行崖时，叶凡并没有表现出恐慌，反而以一种挑衅的方式质疑对方的身份和资格。他知道，在捉风，李若愚老人才是唯一的权威，而其他主峰的弟子无权干涉。当蓝衣青年试图动手时，叶凡及时地向李若愚老人求助，除却掌教与太上长老外，其他主峰无权过问，一切由我等自己做主。李若愚老人的声音传来：“这么说来，他擅闯我捉风重地，犯下了不赦之罪啊！”叶凡闪向一旁，躲过那锁喉一抓，从地上捡起一块板石，迅如闪电，重重地向前硬去。叶凡以出人意料的果断和勇敢，将傲慢的蓝衣青年制服。面对对方的挑衅和威胁，叶凡没有退缩，反过来给对方一个深刻的教训。蓝衣青年失去了意识，当他苏醒过来时，面对李若愚老人的询问，他才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多么的鲁莽和不智。他的怒火和羞愤无处发泄，只能暂时压抑，因为他清楚，在李若愚面前，他没有资格放肆。李若愚的出现为这场冲突画上了句号，他的权威让蓝衣青年不得不收敛自己的行为，尽管心中充满了不甘和愤怒，但他还是选择了退让。蓝衣青年带着怒气离开了捉风，向着星风飞去，他的身影在夜空中渐渐消失。李若愚老人对叶凡的行为并没有说什么，他只是静静地看了叶凡一眼，然后颤颤巍巍地回到了破败的殿宇中，继续他的修炼。叶凡自言自语着，搞不懂这些古灵精怪的话，大成若缺，大盈若冲，大巧若拙。他一边嘀咕着，一边在捉风上晃悠着。过了半刻钟，几道人影飞落而下，在半山腰拦住了叶凡。之前那名蓝衣男子赫然在列，定是他找来的帮手了。你们是什么人？为何随意出入我捉风重地？叶凡不满地扫视着他们，心里明白这些家伙是新封的。其中一个人冷嘲热讽道：“真是没礼貌，见到师兄不行礼，你们算老几啊？凭什么我得给你们行礼？”叶凡漫不经心地走了过去，站在几人面前。除了蓝衣男子一脸阴沉外，
其他人都哈哈大笑起来。卓峰难得有了一个弟子，看起来很有意思，以后不会寂寞了。身为师兄，我得好好教教你规矩，以后见到我们得鞠躬致意，一脸恭敬，明白吗？一个年轻人想要压低叶凡的头，强迫他施礼，另一个则朝他的小腿踢了过来，想让他跪下来。你们这是干嘛？叶凡躲向一边道：这可是一座主峰，代表了一种传承，其他主峰的人不能随意出入。众人哈哈大笑。面对这些人的挑衅，叶凡并没有选择忍气吞声，而是果断反击，轻松制服了挑衅者，还用幽默的方式教训了一顿他们，让他们明白卓峰不是随意可以侵犯的地方。李若愚老人在关键时刻出现，给予了叶凡一张古弓和9支箭羽，以及一本泛黄的簿册。李前辈，新封的人兴师问罪来了。傍晚时，叶凡发现足足数十名新封的弟子飞临卓峰上空。我不是给你弓与箭羽了吗？李若愚老人盘坐在残破的殿宇中，闭着双眸，仅仅说了这样一句话。叶凡心中惊讶，觉得李若愚老人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弱不禁风，实力深不可测。他大声向天空喊道：你等欺人太甚，此乃一座主峰的传承所在地，你们竟然随意飞临，若是其他鼎盛的主峰，你们敢如此吗？天空中顿时传来新封弟子的怒斥声。面对新封弟子的怒斥，叶凡毫不畏惧，他迅速弯弓搭箭，古弓震动出一股强大的波动，远处的一只老鸦化作乌光，融入了他手中的箭羽。这一变化让叶凡震惊，他感到箭羽仿佛拥有了烈日般的威压。新封的弟子们被这一幕震惊，纷纷惊叫着退后。叶凡意识到这把古弓和箭羽的神秘力量极为强大，他不敢轻易射出这一箭，担心会引发不可预知的后果。更让叶凡震惊的是，桌峰上的9只老鸦竟然全都化成了乌光，融入了他身上的9支箭羽中。仅仅是搭上一支箭羽，天空就出现了轻微的颤抖。叶凡确信这些箭羽是重宝，他选择留在桌峰是正确的。叶凡手持古弓指向天空，让新封的弟子们惊恐逃散。新封的长老们赶到，急忙请求李若愚手下留情。李若愚的声音传来，表示只要将他们惊走即可。新封的弟子们四散逃窜，面色苍白，他们惊恐地讨论着传说中的古弓和9只老鸦的秘密，不解他们为何会与箭羽合一，展现出如此恐怖的力量。尽管卓峰看起来平凡无奇，连叶凡手中的古弓也毫不起眼。这把弓乌黑沉重，看上去已经受过岁月的侵蚀，甚至有几处虫洞，仿佛随时都会崩溃一般。然而这破旧的弓所释放出的能量波动却让天空扭曲，仿佛一股无形的力量向四面八方蔓延。新封的众多弟子都感到不安，脸色苍白，战战兢兢，对这种力量感到惧怕。新封的几位长老降落到破落的殿宇中，向李若愚施礼。其中一位长老恭维道：恭喜师兄，卓峰一脉将大放异彩。李若愚走出来，礼貌地回应道：何以见得？卓弓已现，传承即将启动，一旦九秘一出，其他主峰都将黯然失色，卓峰将成为太玄的耀眼明珠。李若愚摇了摇头，卓弓乃我偶然得知，未必意味着传承即将开启。李师兄，你是在哪里得到卓弓的？新封的长老们都露出惊讶的表情。在半山腰的一个獾洞中，被那倭獾筑巢当作木柴而用。这个回答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无语。新封的一位长老对此发表了看法，认为古弓的出现预示着卓峰的崛起即将到来，可能会一飞冲天。然而李若愚老人叹息道：卓峰想要崛起并非易事，传承已经断绝了500年，门徒稀缺，满山荒凉，要想重振旗鼓，困难重重。在这场交流中，新封的长老对叶凡投以淡淡的一瞥，认为他是一个有潜力的苗子。叶凡心中忐忑，担心自己刚才以古弓威压新封弟子的行为会引起这些长老的不满。幸运的是，他已经收起了古弓，散去了那股恐怖的威压，而几只老鸦也从他身边飞起，落在了不远处的枯树上。在新封的长老们准备离去之际，李若愚老人提醒他们，卓峰将重整山门，并请求他们转告新封之主，希望新封的弟子们能够稍微约束自己，不要再擅自闯入卓峰，毕竟这里也是太玄门中的一员主峰。新封的几位长老闻言，身形顿时一致，其中一人道：我等会转告。新封的长老们在远离卓峰后开始低声讨论，对于卓弓的突然出现感到困惑。他们意识到李若愚并不像他们之前所认为的那样简单，他多年来独自守护卓峰，现在的实力已经深不可测。他们回忆起卓峰的历史，曾有一位资质平平的前贤在此地得到修行法门，最终成就了不亚于上古大能的境界。长老们预感到卓峰的崛起已在眼前，但同时也认为新峰作为太玄门的根基，仍然是最强的传承之一。